农民避之不及的东西，却能给他带来千万财富。它就是专吃农作物叶子的虫子，名叫豆丹。种庄稼的人都知道，农作物最害怕的就是虫了。可是，在灌云县，它却是很多人的财富来源，直接让人年入上千万。而那个财富来源的领头人，正是刘恒亮。刘恒亮来自江苏省灌云县，他的财富来源就是普通的大豆，可他赚钱的方法却和别人不一样。一个大棚，他有3份收入来源。这第一份的财富来源自然是种的毛豆，但这些毛豆只占总收入的冰山一角，大部分还是出在这第2份上。然而，这第2份财富却是农民们避之不及的虫子——豆丹。刘恒亮如何把这些豆丹变成财富的呢？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，每年6、7月份虫卵孵出幼虫，8、9月份成虫钻入地下休眠，来年5、6月份土黄色的豆丹蜕皮变成蛹，30天左右蛹里钻出豆天鹅，豆天鹅寻找配偶繁殖后代，产下虫卵。虽说是虫，但是它在灌云县却是一种出名的美味。豆丹来喽，来啦，快吃吧！哎，这玩意儿可鲜哈！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美味能跟它比的。刘恒亮在养豆丹前是当地一位普通养猪户。2014年，他在偶然的契机下得知了一个消息，就是这个消息让他萌生了要亲自养殖豆丹的决心。到底是什么呢？原来，由于豆丹一直无法突破人工育种，所以只能通过自然繁殖，可是根本供不应求，甚至有的经销商跑到河南、深圳等地去收豆丹，之后再把它们拉回江苏进行售卖。在自然条件下，豆丹是8、9月份上市，但有人为了提前占领市场，就把它们养殖在大棚中，让它们在4、5月份的时候上市。由于他们对豆丹进行的是放养状态，所以导致豆丹的成活率非常低，出来的豆丹也是少之又少，一盘烧豆丹就被卖出了天价，1000块钱一斤，花13块钱一条。5一节前后吧，3800吧，3800吧，一盘啊，就那一盘。刘恒亮想，如果自己能攻破豆丹的人工育种，那绝对是一个赚钱的好商机。于是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，又向亲戚朋友借了几十万，流转了120亩土地，建起了几10个大棚。从此便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。他又是买豆丹苗，又是种地的，折腾了大半年，豆子都要上市了，可是虫子还没培育出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刘恒亮把买来的成虫埋在育种室内，虽然虫子顺利变成了蛹，蛹又羽化成了蛾，但是他发现这些蛾都不怎么交配，这可急坏了刘恒亮。那几天，刘恒亮每天都待在育种室里，茶饭不思。蛾子不交配这个问题把他弄得心力交瘁，就在他一度想要放弃的时候，自己的一个无意举动让他如重获新生一般。一天晚上，他由于烦闷，他把育种室的窗户打开，外面些许微风吹进育种室，没想到当天晚上蛾的交配量便提高了很多。他大胆猜想风能提升蛾的交配率，于是他就在育种室内放了几台大风扇。果然，他的猜想没有错，就是有微风的原因，蛾的交配量由10%上升到了30%。他马不停蹄地把这些虫卵种到大豆的叶子上。第1年，刘恒亮的豆丹就给他带去了20多万元的收益。虽然没有回本，但是育种技术被他突破了，那以后还愁赚不到钱吗？第2年，他就扩大了种植面积，又到了该收豆丹的时节，但这几天一直下雨，刘恒亮就比较担心大棚里的豆丹，所以就去大棚查看了豆袋的生长情况。可他一进大棚就对一只鸟下了手，他马上抓住了，好，嘿嘿，看你吃不吃豆丹了，嘿，我跑不了了。你说这鸟奇怪不？捉到虫之后不吃，啄死之后就把虫子扔掉。刘恒亮放走了喜鹊，就去寻找缺口，把它堵上，防止悲剧再次发生。刘恒亮提着桶去采收今年的财富，此时一只豆丹正准备钻入地下休眠，刘恒亮眼疾手快地把它拽了出来。采摘豆丹也是有讲究的，如果时间没有把握好，那么这笔财富就会消失不见。由于刚采摘的豆丹会吐绿水，所以就把它们放在装有锯末的筛子里，以保持豆丹的干净。在售卖前，刘恒亮会把锯末筛干净再出售。由于他这1年都在认真钻研，所以第2年他的收入是第1年的10几倍。每当豆丹上市的季节，来收豆丹的人都需要排队等候。
当地人看刘恒亮反季节养豆丹成功了，纷纷前来取经。刘恒亮不但没所保留，还成立了合作社。近几年受疫情影响，豆丹的价格下降了很多，村民们的收入也少了很多。但是对于刘恒亮来说，这并不算什么，因为他还有第三份财富来源。每年10月份，豆丹收获之后，大棚就会面临一个空档期。面对市场竞争，他不得不去寻找更高效的农业。那么他的第三份财富是什么呢？他到处寻觅，最终他把目光定在了芦蒿身上。不仅是芦蒿的卖价高，还因为它的销售简单，相比种植青菜，种芦蒿还有专门的人上门收购，根本不愁销路。就这几年，别人一个大棚收入14000元，刘恒亮的大棚能比别人多收上万元。由于大棚投入的资金太多，刘恒亮赚到钱后并没有继续扩大大棚的面积，而是想着怎样让豆丹在露天大地也能生存，这可是一个巨大的难题。经过他无数次的实验，最终得出每亩需投放12000粒豆丹卵，再等到豆丹长到50大的时候采收，便可以实现露天养殖了。事情并没有结束，他还投资了豆丹深加工厂，把豆丹做成罐头卖到外地市场。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种植户跟着刘恒亮在田里科学套养豆丹，实现了一豆双收，年入1000万的壮举。